大家好，我是 Doc，这是我的第3期视频。那前2期视频因为涉及到一些模型破线的内容，所以我发布到 YouTube 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YouTube 自行搜索。前2天我们这个模搭社区开源了2个千问 image 的 ControlNet 模型，一个是这个 Kenny 也就是用这个线条来进行控制，也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硬边缘的控制。另外一个是 Depth， 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图控制，用一组黑白灰的图像来表示物体的景深关系的一个深度图的控制。那借这2个模型发布我想拿我们2位老师做的这个工作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型具体怎么去使用。首先一个是 T8 老师的一个模型，是一个千问 Image Kenny 深度控制洗图工作流，这个模型用上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2个千问 Image 的这个 ControlNet 来控制图像的生成。另外一个是楚门的 AI 世界这位老师发布的这个 One 2.2 的高阶放大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非常厉害，工作流口误了，这工作流非常厉害，里面小巧思让我叹为观止，所以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做分享？其实我看很多老师做的视频里面对这个工作流的使用中的各个环节的这个参数怎么填介绍的非常详细，大家基本上看他们的这个视频看完之后都能学会如何去使用它的工作流。但是作为一个刚入门这个刚接触 ConfigUI 的新手来说，就包括我以前也是一样，那看到这个模型会用了之后，如果我想要去搭建自己的模型，搭建自己的工作流，那我就需要知道它每一个节点分别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那所以我做这期视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会用尽量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去跟大家介绍这2个工作流中的每一个节点分别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这样大家学会了以后也可以尝试自己去搭建一些工作流，开发一些属于自己的特有的工作流。OK，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流的介绍。首先我想介绍2个我自己这个就是摸工作流的时候的2个小技巧。一个是很简单，顺着我们这个工作流里面连接的这个线条，因为这个线条就代表了它的这个数据流向，我们跟着它的数据流向一个个看过去，大概能知道模型节点这个节点分别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另外一个小技巧，大家看到这边 T8 老师也用到有一个 ShowAny 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会展示任何从上一节点输出的这个信息，不管它是文字或者是图片向量或者是一些数组或者是数字。大家如果不清楚一个节点具体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它后面去接一个 ShowAny，看看它输出的内容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大致上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输入信息是什么，那看到它的输出信息，那我们就能猜测它在信息流的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个上传图像的节点 ，OK， 上传图像之后，这个图像延伸出来3条支线，我们一条条来看。首先第一条来到了这个 Caption 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实际上是一个类似这个 Joy Caption 的一个大语言的视觉模型，它会根据我们输入的这个提示词，比如说这里是对图像进行一个描述，来输出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反馈结果。那 OK。这线条来到这边之后，这边有一个 switch， 它是个选择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1和2，它是选择不同的输入端。这边咱们也有一个小笔记，这个开关1是反推，也就是说是从这个视觉模型里面反推出来的提示词。开关2是上面这个自己写的提示词 ，OK。接着提示词有了，顺着这个线下来到了这个模型，这个模型看它的名字叫 Sampler， 那它是一个采样器。采样器是我们生成模型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它是将那个浅空间向量转换成我们这个肉眼可以识别的可以看的图片的这么一个节点。那这个采样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接入了这个 ControlNet 模型，这个是超级面霸开发的一个节点，一组相关节点，一共有3个。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输入端，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是提示词端的输入，我们看第一个输入管道输入，它就是一个ControlNet Depth， 就是深度图的一个模型的输入。那这边除了深度图，我们刚刚提到它还发布了一个 Kenny 是吧，硬线条，我们那先还是使用这个深度图 OK。 完了之后我们看第2条线 CtrlX，这个是什么？顺着这个线条往下看，来到了这里。这个节点的作用是将图片的信息转换成 Control 信息 ，ControlNet 的信息传给我们的采样器节点，对图片进行一个控制。
那它的信息从哪里获取？它的信息最主要的一个其实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深度图，因为我们上面加载了这个深度模型，所以要输入深度图。那深度图怎么来的？深度图是通过这个节点叫 depthAnything 这样一个图，如果我们把原图输入进去，输出端它就会生成一张这样的一个深度图，一个灰度图。OK， 那其他两个节点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懂，它这边写着宽度、高度，那这个我们顺着往前看，它是从哪里获取的？宽度、高度到这儿，它是从这个端口获取的，不是在这儿，它是从这个端口获取的宽度和高度的信息。那这个端口是哪里获取的？是从我们上传的这个图片。OK， 也就是说我们上传图片之后，一条线跑上去做提示词反推了，一条线跑到下面来，生成了一个深度图，通过我们的这个 Ctrl+X 的模型节点转换成这个 Ctrl 的相关参数，给到采样器，最后输出了一个结果。下面是一个图片效果，包括中间过程的一个比对的一个节点，这个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我们主要介绍的还是这个 ControlNet 在里面起到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刚刚提到这边它除了这个 Depth 还有一个模型叫 Canny， 这个是线条。那这两个模型分别有什么优势，或者说我们说什么情况下用这个 Depth， 什么情况下用 Canny？ 我们可以看一下 T8 老师生成的这张图，这个是原图，左边是原图，中间是根据我们的深度信息控制出来的这个结果图。我们看到细节都非常好，这个美女也非常好，但是可能有个小问题，原图是很正常的2只鞋一双鞋，那生成结果这个鞋可能稍微多了一点，有几双，至少有2双鞋。那我们怎么保证生成的图模跟原图的我们说这物品信息或者大小更接近一些？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Canny 去控制，因为 Canny 它生成原图的一个轮廓线，那原图比如说我们只有2只鞋的轮廓，那生成出来的图大概率也是只有2个的。那我们怎么对这个控制做一个修改？首先这边的模型我们要选择 Canny， 选完就结束了吗？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信息还是一个深度图的信息，我们把这个图改成一个 Canny 边缘图，怎么样让它变成那个边缘图？我们知道这张图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节点来的，那我们就修改这个节点，我们找到一个 Canny 的节点，我们可以搜索一下，这边有一个 Canny 硬边缘的一个节点，很简单，原本连在这个 Depth 上的线，我们给它连到这里去，这 Depth 不就空出来了吗？先给它跳过，这样这张图呢就会生成一张这个 Canny 图，那配合我们 ControlNet Canny 这个节点，就能利用这个 Canny 图来生成结果。我们跑一下试试。运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们顺便介绍一下第二个模型。第二个工作流是一个高阶放大一个工作流，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节点，主要是 TTP 节点呢，我们直接看一下效果。这边呢有一个预览，我们看到输入图呢是这样一张完整的图，到了这边经过这个 TTP 这个节点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像拼图一样的，变成了一个切片图。那事实上 TTP 这个节点呢就是用来生成切片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生成切片图的。我们传入的这个图片经过这个放大模型之后，第一步放大，然后呢到这边，这里是一个按像素放大的一个节点，我们这边设置的是一个800万的像素，把这个图像缩放到800万。为什么是800万呢？因为这个工作流最后生成的结果呢是一个 4K 的图，4K 的话，你看这两个数乘起来差不多就是800万多一点，不到900万的一个像素，所以这边设置的是一个800万。800万呢，然后完了之后，经过这个节点，这个 TTP Tile Image Size 这边呢有3个参数，最后一个我们不用管它，前2个参数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两个这个节点和右边这张图对照在一起，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这个呢就是横向的，就我们可以理解是横坐标上面把它切分成2份，然后在这个高度纵坐标上面给它切分成3份，这样一共就是6份，就是我们说把一张图先放大到800万像素，然后把它切成了6份，这个第3个参数呢，这个刚才说不用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看这个图可以发现，我们并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图切成了6份，我们每张图其实是有一个重叠部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鼻子有2个了，这边有一个重叠部分，那控制这个重叠部分大小的其实就是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呢是控制这个重叠部分大小的，那是我们不用去改它，就这样就可以。OK， 完了之后呢，我们生成好的这组图呢会经过一个这个节点，这节点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原本这是6张独立的图，把它变成一个
图片包，相当于把这个6个图片打包在一起，变成一个 batch， 然后呢，它就会依次的去输出这个图片，完了之后呢，这个图片输出到了哪儿呢？是这个 VAE 里面 ，VAE 解码器里面。这个 VAE 解码器呢是接的是这个 WAN 2.1的这个模型的解码器，WAN 2.1的模型解码器，这个跟 WAN 2.2是通用的。然后呢，传入到了这个同一万象模型的采样器里面。我们知道同一万象的这个 WAN 2.2呢，作为一个视频模型，它处理图片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对它来说是小儿科。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图形传给它之后呢，它会对这个图片的这个前空间的数据呢进行重新的一个降噪的处理。这边有一个10步的降噪的一个过程，等于说将这个图重绘了一遍，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块呢都得到了重绘，比刚才呢更清晰了，但它依然呢是一个像拼图一样的一个6张图的一个切片。怎么样去把它整合成一张图呢？那就来到了下面这个节点，我们重新又来了一遍这个相当于这个节点的反向，我们看名字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把这个batch 变成一个 list， 这个是把 list 变成一个 batch。 所以说呢，我们做一个反向的操作，让它不再是一个 list 的形式，变成一个图片包。然后呢，来到这儿，这个也是一个 TTP 的节点，它既然能把图拆开，它也能把图合起来，对吧？我们怎么把图合起来呢？就是用这个节点，然后呢，输入我们的这个 position 这些位置信息、原始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分割的区块的大小，输入这些信息，然后它会对这些图像做一个拼合操作。拼合完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张这个 4K 的图，非常的清楚，细节非常的清楚。你看原图呢是这个1280×704的，非常勉强到720P 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图，看放大看比较模糊的。这个呢是一个 4K 的分辨率，非常清楚。OK， 那这是这个工作流的一个讲解。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图有没有生完，这个图 OK， 那这个T8老师的这工作流呢，已经跑到这个采样器环节了，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控制条件这边呢 ，Canny 图已经生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线稿图，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2只鞋。一会儿我们可以回来看看这个生图的结果是不是符合这个 Canny 图。那趁这个工作流还没跑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经常在用的这个 Config 的云平台，叫 Running Hub。那我的所有的工作流，包括我的一些模型都会发布在这个上面，包括上面有很多大神制作的这工作流和模型，大家都可以去一键试用，不需要你在本地再去做一些很复杂的部署去下载模型。然后点击我评论区的链接呢，可以获得1000点的这个点数，可以运行几十次，每天呢登录还可以获得100点，这非常好用，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工作流。OK， 好了，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这个运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OK， 效果非常好。原图呢是2只鞋，我们用这个 Canny 生成出来的图呢也是2只鞋，非常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呢，去选择不同的 ControlNet 的模型去进行这个生图。那你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改动一个节点，然后调整一下这个模型，那生成的这个图片结果就完全不同了。OK， 介绍完了这2个工作流呢，那我自己也搭建了一个工作流，我将这2个工作流呢做了一个融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搭建的一个工作流，我将这2个工作流进行了融合，并且呢，我将每一个部分都做了一个备注，做了一个标注，同时呢，将这个2个 ControlNet 呢也做了一个开关。现在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一键切换2个 ControlNet， 不需要再去改线条，再去选模型，这些我都做了这个开关。那这个呢是用我们的这个深度图跑出来的一个结果，原图呢输入图是这张，结果呢是这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中间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图像反推生成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到放大看的这个人物的皮肤这个非常的有 AI 感。那在经过我们的这个 WAN 2.2的一次放大之后呢，皮肤的纹理包括颈部的这个细纹褶皱全都出来了，不只是像素的一个放大，而且呢对整体图片的一个细节都有一定的加强。
但是因为我是用这个 Dips 就深度图跑的呢，所以说背景的这个图案呢，大家看到有所变化。那如果我们使用这个Canny 去跑呢，可能会跟原图更加的接近一些。那这里我就不再做演示了，大家一会儿可以点击我评论区的这个链接，亲自来试跑一下这个工作流，来把玩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看看每一个节点，按照我刚才说的这2个方法去自己做一个判断，它是分别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甚至呢更进一步的，我能不能去对我的这个工作流呢去做一个修改，让它的效果更好，或者说让它达到一个其他的效果。OK，那我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